但如今台海局势愈发紧张，大有擦枪走火之势，美国又有了新动作。很明显，特朗普哪怕是不顾本国的多重危机，也要坚决在台海搞事情。据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方面将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其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美国此次提供了11套，总金额4亿3610万美元。在美国大选临近的关键时期，特朗普此次提供台海武器装备，可见这是着急了。对于美国来说，自2005年服役以来，该系统就已经证实了其可靠性，支持了美国以及盟友国在世界各地的作战行动。因此，美军和盟友国对这种火箭炮有着很高的需求。海马斯在战场上生存能力是非常高的，该系统重点突出的就是它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能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当然，美国以及盟友国最看重海马斯一点是该系统是通用性，不仅可以发射战术导弹，还可以发射火箭弹，前者可以远程精准打击，后者则可以近距离的去火力覆盖打击。该系统是专门用于高压作战环境下的密集火力反击，通过它的高机动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来进行高强度的战场生存能力，从而具备密集火力打击能力，对来袭的敌方武器装备实施强硬反击。尽管海马斯是一款轻型火箭炮系统，但它却可以发射射程为300公里的战术导弹，其带来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就目前我军与对岸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旦发起登陆行动，必然是先实施密集的导弹攻击，或因如此，美国才提供海马斯给台海。这样的话，能够迅速机动的火箭炮系统很难通过远程进行摧毁，从而有很大几率在导弹攻击下活下来。对此，我军必须给予高度警惕，寻求战术方法来克制该系统，保证我军未来抢滩登陆作战成功。那克制海马斯的办法是什么？分析认为有2点：一是最开始就对海马斯进行密切跟踪，锁定其部署位置，直到开战的时候迅速对其进行导弹攻击；二是在开战后未能摧毁海马斯，而抢滩登陆又必须得开始，就必须部署强大的防空能力，以备对方战术导弹的远程攻击。在部署强大的防空掩护，确保对敌方密集火箭弹的拦截能力之际，一旦看到露出马脚的海马斯，就立刻进行攻击，不给对方一点反手机会。海马斯并不是万能的，克制其办法也不只这2点。针对美国帮助台海的这一举动，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忧，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就行。1周之内，美国2次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期间中方以制裁美国军火商的方式给予美国警告，可换来的却是美国第2次的对台军售。就在对台军售之际，有消息报道，大陆和台海进入了准战争状态，因此不少人怀疑此事和美国有关系。美国挑唆大陆和台海之间的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阴险目的已经不稀奇了。或许美国有嫌疑，但并不完全是一方面的原因。据台海媒体指出，我军在26日上午再次进入了台海西南方向空域，这是我军军机在本月第20次进入台海西南方向空域。本月至目前为止，台海已经记录到台军超过68次所谓广播驱离中国军方军机。我军之所以频繁在台海西南方向飞行，一方面自然是在警告美国不要掺和大陆与台海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以实际行动告诉台海，别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就能够为所欲为。大陆想遏制住台海是非常容易的，可对于台海来说，我军的举动是在挑衅。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民表示，当前两岸关系是4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双方都已经进入到准战争状态。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从8项指标进行了判断，其中包括台海方面开始动员后备力量，双方休战默契已不存在，以及大陆军机频繁越海峡中线和对台决策者发言日趋激烈等。台陆委会对此表示，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双方都有责任，明显是想将两岸关系僵化的责任推到大陆这边。此外，台海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一旦战争开始，有70%的民众愿意上战场。对此，岛内不少网友嘲讽道，连当兵都不敢，上战场就敢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个笑话，甚至有人扬言开战的时候别扯他们。这70%里面基本有30%都是去玩的，表面上说的好听，愿意为了保卫台海战斗，真要到了那天，怕是都嫌自己跑得不够快。相比之下，如果说战争是需要提前准备的，前不久我国海军航空兵实弹演习一事就能够说明问题。以往看到的实弹射击更多的是火炮或者火箭炮，而这次战机进行的实弹射击打了几十枚导弹，每一颗导弹都是造价不菲的，打了10几颗，为什么？就是为了实战做准备。至于多少人愿意上战场，根本不用去民调，我国人都非常清楚，中国人怎么可能畏惧？如军事专家张斌所言，不管是准战争状态还是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解放军都随时就位。
中美关系伴随着疫情的蔓延愈发恶化，美国单方面挑衅中国的一系列举动，也都导致局势加速紧张。从最开始的南部海域，再到如今的台海地区，美国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而中美双方的关系也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不再是能够以对话的方式让关系缓和的局面。当然，就美国的态度来看，该国也并不想这么做。除了拉拢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中国海域展开军事演习以威慑中国，同时增加自己在该海域的存在感以外，美国开始变本加厉，光明正大的拉盟友。根据消息报道，美国方面最近提到有关让韩国加入所谓四方安全对话的构想。众所周知，四方安全对话是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4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安全协商机制，旨在所谓印太地区牵制中国。美国现在拉韩国入圈，摆明了是想将韩国拉入自己的阵营。早在9月份就有报道指出，韩国就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表明消极立场，再一次提出来说明美国当前迫切的想拉拢韩国。可韩国这回却反问了美国一个问题。韩国高层在近日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是韩国的唯一同盟国家，而中国是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逼迫韩国加入反华军事同盟，那么韩国将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韩国再一次表明了消极的立场。至于为什么是两难的境地，就跟韩国问美国的问题有关了。一旦韩国此次向美国给予了积极的立场，韩国追加部署萨德或者部署针对中国的弹道导弹，同时加入到南部海域的军事演习，中国必定会将韩国视为敌人。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东风导弹瞄准了韩国，甚至在韩国防空识别区进行军事挑衅，美国会保护我们吗？韩国高层反问道。这个问题想必是所有跟随美国身后的跟班都想问的，现在韩国问出来了，美国该如何回答？分析认为，特朗普这下可真是要被呛得哑口无言。站在美国的阵营与中国经济脱钩，将牺牲韩国企业，这是个冒险的行为。值得一提，韩国之前因保护费一事跟美国闹得很僵，不得不说这方面韩国确实比日本聪明。美国自私自利的性格没有国家不知道，只要是中国的导弹瞄准了韩国，还能保证美国会出手相助。在美国眼里，韩国充其量就是个棋子，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美国帮忙，都自身难保了，哪来的能力去帮韩国？俄罗斯一直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除了一直以来彪悍的作风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美国战略的强硬态度。强盛的苏联时期敢和美军正面扳手腕，苏联解体后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打压，甚至军事挑衅，也是持对等反击姿态。但是现在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似乎正在默默地发生转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7日报道，俄罗斯此前提出了一系列裁军倡议，其中就包括了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背景下，俄罗斯表示，只要北约不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那么俄罗斯就不会在俄罗斯西部地区部署9M729巡航导弹，并且俄罗斯议员对此表示，在美军的威胁下，我国也应当考虑俄罗斯的这一倡议。根据俄罗斯议员的说法，但是美国在欧洲部署大量的导弹，鉴于美国现在大国对抗战略的推进，这不仅仅是对俄罗斯的威胁，还将包括亚洲。所以美国现在可能正在谋求用导弹包围中国，从而将核威胁变成对竞争对手施压的工具。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真的应当考虑主动示好，以换取美国会放下自己的野心，放弃或者降低对我国的战略威慑吗？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也是为什么说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正在默默地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俄罗斯现在就像是已经从热血青年变成了老油条一般，以往面对威胁都是强势应对，现在却想着主动释放和平信号，以换取你好我好的相安无事。但这么做真的可取吗？俄罗斯愿意主动放弃部署针对欧洲的9M729巡航导弹，美国可不会照做，要不然也不会在疫情期间，俄罗斯呼吁暂停或者减少军事行动，以换取全面抗击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军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周边的挑衅频繁。同样，在与美国的军控谈判中，俄罗斯甚至不惜将自己引以为傲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谈判范围。但是美国呢，似乎并不是很领情。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俄罗斯释放的任何和平发展信号。军控谈判中，美国消极的态度已经部署到欧洲的美国空军6架 B-52H 战略轰炸机，甚至计划部署到阿拉斯加州的150架隐身战机，都已经说明美军不会因为你的示好而放弃自己的野心。所以对于俄罗斯的倡议，对不起，我们拒绝。